iPhone 的消息一天好一天坏，我滑开手机前永远不知道会是如何。好，今天的消息有 Apple Watch Series 6设计改变和功能确认，然后电池的容量也流出来了，有点紧张。再来就是 iPhone 12 Pro 没有120Hz， 可是会给你90Hz 刷新率的萤幕，是真的吗？那再来会讲到要上市的 Pixel 4a 超低价，那真的是剑指 iPhone SE2， 还是有它其他的计划呢？然后最后我们会回顾这个星期的一些新闻，然后再来讲讲下个星期要报些什么。好，我们就先来讲讲 Apple Watch Series 6设计改变和功能确认，还有电池容量流出的部分。OK， 在 Apple Watch Series 6啊，目前流出来的设计有看到几个重要的改变啊。首先是萤幕看起来在边框的部分将会变窄，那萤幕可视的部分会提升，希望解析度也当然会跟着提升。可以看看这一张模拟图，就是看起来就它整个萤幕的边框是向外再推一点的。其实以现在 Apple Watch Series 4跟 Series 5的设计，我觉得它边框的厚度真的是可以再进步啊。那再来就是晶片，那我们几乎可以确定 S6 将使用5奈米的晶片，那可以大大提升续航力还有效能。但讲到续航力，我们就先来讲电池吧。电池的容量目前有3个型号流出来，那大家网络上有很多不同的讲法，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那分别是 262.9 毫安时、265.9 毫安时，还有 303.8 毫安时。网络上有很多不同的猜测啊，有人说最大的可能是 AirPods 3的电池。那如果相对起来的话，先前的 AirPods 的电池都是比较高的。关于 AirPods 的部分，我们下次再来讨论。那我觉得以这个电池量的差距的可能性，我觉得应该是2个比较小的给40公里的版本，那可能是 GPS 版和 LTE 版分成2个。然后因为毕竟空间小，所以这个电池容量稍微做调整，可能要放进 LTE 的晶片。但大的 303.8 的毫安时就是给44公里的版本，那不论是 GPS 或是 LTE 版都能放进一样的电池容量，因为大的毕竟空间比较多。然后还有很多很夸张的讲法，我们就先不讨论啦。那再来，我认为拿掉 Force Touch 组件，理论上是能放进更大的电池。虽然相较 Series 5比起来，它提升的幅度并不算太大，但我们要考量就是新加入的血氧侦测功能。对，血氧功能现在已经有非常多方证实这个是确定会推出的功能。好，然后加上萤幕再变大一点点，我觉得会不会多少压缩到里面的空间？那我最不希望看到的一个可能性就是2个小的电池容量，其中一个是给44公里，然后 LTE 的版本。那这个可能就会很接近我们在 iPhone 12上看到的那样，因为配上新的晶片，那苹果对它的省效很有信心，进而放入一个小将近10% 的电池。我希望不是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消息出来也是设计上的改变，那就是在按钮的部分，据说2个按钮，就是在它的侧边按钮还有数位滚轮的部分都会变成固定的按钮，然后用 Haptic Touch 震动回馈的方式，让你有按下去的感觉。另外一个更夸张的说法是说，连滚轮都会是触控式的。这一点来讲，我虽然保留一点，可是我非常希望看到，因为我觉得这些的设计更改是有非常多好处。那在硬体的内部上面，固定按钮可以帮助增加空间啊，然后可以让手表更防水。那在使用上面会大大减少手腕啊或是袖子去触控按钮，或者是滚动到滚轮。那我也完全相信苹果的 Haptic Touch 回馈，可以让我们几乎感觉不出来这个是一个固定的按钮。那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改变。好，那下一个我们就来讲 iPhone 12没有120Hz， 可是可能会给你90Hz， 这个新闻到底是怎么样 ？OK，iPhone 12 Pro 系列先前传出120Hz 高刷新萤幕被腰斩。那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电池续航力的问题嘛。那可是先前有流出这个 iOS 的设定画面，然后大家就在说，这个应该还是会有保留的功能。这个画面就是像在 iPad Pro 上面可以让使用者自行决定要关闭或是开启这个高萤幕刷新率。那如果120Hz 真的太耗电，那折中到90Hz 总是可以吧？其实目前知道在萤幕的硬体规格上是可以支援没有错，但是最后就是要看苹果怎么决定。虽然说90Hz 也是个不错的折中方案啦，但我觉得如果都要开启高萤幕刷新率了，那为什么不让使用者自己来决定？你就直接开到最高的120Hz啊，真的很怕耗电的，像我这种觉得不需要120Hz，那我就把它关掉。像有一些使用者，他很着重于玩游戏的效能，他又想使用 A14 的晶片配合他想要玩的游戏，他想要随时开启，然后再插上一个行动电源，那这个就是他的选择。因为毕竟现在我们看到 Pro 系列的价格都不低，那如果已经包含这个硬体规格还有功能，然后又不让人家去用到，总是有点可惜。好，那下一个我们讲 Google Pixel 4a 的价格出炉，剑指 iPhone SE2 吗？ Google Pixel 4a 将在明天发表上市，美国时间
先前有说过很多次啊，在 Android 手机里面，我一直都很喜欢 Google Pixel。那尤其从 Pixel 3开始，因为我是个相机控嘛 ，Pixel 在影像的处理也一直是我觉得很惊叹的。现在4A 的价格出炉，预定是$349，那这个定价完全就是针对 iPhone SE2 嘛。当然以处理器来说啦，是搭配比较中等规格的，效能上是绝对不能和 A13相比。但 iPhone SE2 其他的硬体规格，不论是在相机啊、荧幕啊，或是设计上面，毕竟都是沿用多年前的规格啦。那 Pixel 4A 在这个部分相较上就比较有优势一点，加上又低了$50的价格，我觉得对很多一般使用者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但相对 iPhone SE2 来说，我觉得 Google 针对的可能更多是自己家的对手，因为很多会买 iPhone 的人他就是会买 iPhone。那我们来看看 Google 选在8月3号星期一发表上市。那如果对国外 Android 市场有了解，都应该知道 OnePlus 这个品牌，在美国是有一大群的忠实使用者。他们的中规新机即将在8月4号星期二上市。那以行销的角度来说啊，这种新发表会通常是比较偏向礼拜2或礼拜4啊。那用我们公司先前 PR 的说法，是以流量啊还有热度来说，这2天是最适合发表的，至少以美国来说。所以 Google 这次会抢在星期一啊，还故意在 OnePlus Nord 的前一天发表，我觉得更是要抢走一些低价市场的注意力。那其实说真的，连我自己对这支手机都有兴趣，我都想弄一支来玩玩看。所以 Android 的市场就是这样了，选择多、竞争多，这种事情就是有好有坏咯。好，我们来回顾一下上星期的所有新闻。那错过的我会放连结在下面或是这边。苹果9月和10月产品发表会日期出炉。Apple Glass 终于要推出，还有 AirPower 2。iPhone 12坏消息，没有120Hz，电池缩小，4G 版本 ，Face ID 即将在 Mac 上面出现，然后苹果眼镜的全新操控方式。好，iPhone 12的刘海缩小有限，镜头磁浮对焦 ，AirPods Studio、HomePod、Apple TV、AirTag、iMac。AirPower Mini 的产品消息。超好消息 ，iPhone 12续航力流出，预购上市日期包含其他新产品。第5，前所未见，苹果 CFO 证实 iPhone 12将在延期。还有12核心的苹果晶片 MacBook 是效能怪兽。还有苹果被政府调查，到底犯了什么错呢？好，想讨论什么啊，或是想多知道哪一些新产品的消息，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那下星期还有很多的爆料消息呢，更多的产品像是 AirPods 啦，还有更多 AirTag， 还有 AirPower Mini。反正包含下半年甚至是明年上半年很多新产品都有很多爆料将要出来。那在这一些消息，我目前有一些已经确认，还有正在确认中，那我就会再回来跟大家报告。记得订阅，然后按下小铃铛，所以不会错过任何新闻。然后也帮忙按个赞，还有分享影片吧。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